哎呀，这市场发展太快了，这我还没怎么看，这新能源车就要进入淘汰阶段了。小米表示，我还没上车呢。当当了当，当啷当当当了当，当当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嗨，大家好，我是那言，欢迎来到我们的科学表扬节目。转眼间来到了4月份啊，2023年已经过去了1/4了。给过去的1/4打一个分数，你给自己的成绩打几分呢？一起来看这段时间发生的好人好事啊！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弹幕上；如果觉得主播在瞎编，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咱们下面开始。按照惯例，我们先来表扬苹果。本周，苹果宣布了 WWDC 23啊，也就是开发者大会，在6月6号开始。今年的发布会呢，除了 iOS 17以及几个 OS 的最新版本之外，很有可能还会有最新的硬件，比如说 AR、VR 的头显啊，也就是智能眼镜啊，包括 Mac Pro 以及 MacBook Air 等等这些新的硬件产品。而这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然就是苹果的眼镜。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事儿已经传言了这么多年吧？你看今年的发布会的邀请函，这像不像是镜片的边缘的？不信的话，你拿出自己的眼镜啊，在边缘的位置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彩虹条纹。如果还觉得不信，我们看这张图，是不是就更像了？当然啊，会有同学表示你这主播就瞎猜，对吧？这明明就是苹果的办公园区嘛，那个环形的飞碟嘛，你要这么说也行。但是根据外媒带来的最新的推文显示苹果呢应该就是在发这个硬件，连它的配件图都已经出来了，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包括各种各样的编号以及数据线接口，环形的条带显然呢就是在镜片边缘的边框的部分。如果还不信，那这张图的话应该是最为明显的了。再结合咱们之前的邀请函我们把2张邀请函上下给它叠到一起，是不是就造成了一个镜片的样式？把邀请函抠出来，安装在泄露的配件图上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来吧，同学们，这里你看到的呢，就是全球首发的苹果眼镜的真机图。怎么样？没瞎编吧？是不是苹果官方邀请函加泄露出来的配件组成的这么一个硬件样式？来吧，同学们，满分100分，对于苹果。不是苹果是对于我们首发的苹果眼镜的真机图，颜值你打几分呢？当然了，黑乎乎可能看不清正常的 VR 眼镜呢应该亮堂一点，大概是这个样子。只看这个外观你可能还看不出来效果。我们把它戴到脸上，你就知道了比如说这是男主播的脸，然后呢，我们戴上眼镜，这回是不是就好看多了？当然不开玩笑了这实际上应该呢会有一个比较漂亮的外观目前外界推测呢有可能类似苹果的 AirPods Max 那个耳机的比较科幻感的一个外观。来吧，朋友们，大家猜一下苹果的这个眼镜，你觉得卖多少钱合适呢？根据知名分析师郭明奇预测它这款产品的价格应该是3000到4000有同学表示这也不贵是吧？现在国内的 Pico 国外的 Quest 也是2-3000元郭明奇预测的是美元，是3000到4000美元dollar。过去几周咱们给大家聊了美国高科技企业大量裁员的消息有同学问这为什么苹果没信儿呢？来看一看苹果最新的消息苹果公司呢给出最新的出勤政策要求呢员工每周你至少在3天要来公司你不能老在家待着来问大家一下你每周几天上班呢？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苹果表示你们都在家不来公司，那我们这个园区不是白盖了吗？对不对？好不容易造了这么个漂亮的园区赶紧来上班。当然会有观众来疑问说那员工怎么看这件事呢？来看一下员工怎么想的。苹果部分员工反对每周3次重返线下办公室胆儿挺大呀看错了这是去年的新闻2022年8月份的新闻现在也改不敢了。好，不开玩笑咱们来看一下 iPhone 的消息。首先呢，外观方面呢，咱们已经在过去几周详细给大家介绍了外圈的方方面面，基本上呢就是这个样式了。还是那句话，问大家一下，满分100分，你给它的颜值打几分呢？关于 iPhone 15的全系列，目前来说呢，在功能上最大的变化就是在边框的模式切换钮不再是来回波动的，而是下压的方式了。对于这个改动很多同学也表示了有点担心毕竟呢，过去这个拨盘的方式已经持续了10多年的时间，你这么一下子改了，这也是有好处的，是吧？变成按键之后应该就不积灰了因为原来拨盘它难免会有积灰的情况，而且保护壳厂商呢应该也挺高兴因为他们不用挖孔了，少挖一个孔还能省1毛钱。除此之外呢，来自外媒的爆料表示呢，这个按键呢变成了
点按之后可能会集成更多的功能啊，因为原来是拨盘嘛，那就是一个功能。现在点按之后呢，可能会变成更多的功能集合，比如说启用禁用闪光灯，启用禁用省电模式，启用禁用浅色深色主题，启用禁用旋转锁定等等，这不是变成了老罗的 TNT？ 除此之外还有呢，分析师郭明十一还表示呢，苹果今年很有可能会引入潜望镜头组啊，要不然的话，面对三星、华为他们的超长变焦，苹果这边的长焦确实是不太能打。但是呢，我就有点担心了，因为现在 iPhone 14 Pro Max 已经很重了，对吧？200多克，半斤重，你再加一个潜望镜头，这变成杠铃了。来问大家一下啊，你的手机你能接受它的重量的上限是多少克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来看全球手机销量啊，根据 Counterpoint 的报告啊，在2022年的第4季度，全球手机呢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和提升。安卓阵营这边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而 iOS 这边呢则是一个明显的上升。当然第4季度呢显然也是因为苹果的全新一代 iPhone 发布的原因。那这里呢就要看一看此消彼长之下，全球手机份额到底如何？大家来猜一下吧，你觉得4季度谁是全球第一，谁是第二？第3、第4呢？来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我们来直接公布答案啊，还是统计报告这边，苹果排名第一啊，作为单一品牌型号，能够占到市场份额23%，近1/4的情况啊，确实还是相当强悍的。而在前几个季度表现不错的三星，在第4季度呢就表现一般了啊，当然这是全球市场。那除此之外呢，就全都是来自中国的厂商了。那除了全球，很多同学还关心在具体地区，比如说在美国阿美利卡、北美地区是什么销量呢？我们看到苹果大本营57%销量一骑绝尘，三星呢只到20%，其他厂商就比较少了。那这会有同学奇怪了，那三星不是年年全球第一吗？它跑哪儿去了呢？没错，在我大欧洲欧洲这边还是三星排名第一，31的百分比。除此之外呢，还有来自中国的3家厂商，实力也都不错。但是这个卖产品肯定还是得赚钱的，而赚钱呢，主要还是靠高端产品。一般来说，千元机、终端机肯定还是走量用的。那么高端产品这边构成如何呢？从统计来看呢，在高价位产品段苹果的份额呢是在稳步提升，从2021年的71%升级到了2022年的75%，也就是直接占到全市场的3/4。以上呢就是统计机构带来的数据，和你的想法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一样打一个1如果差的很多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如果和你想的一样的话你也可以当分析师了。来看华为的手机的部分过去2周咱们和大家聊了华为的全新的产品包括 P60 系列以及折叠屏手机的系列。根据过去这些年的经验呢 Mate 系列的折叠屏一贯是是值得投入的产品那目前呢是在预定阶段，马上就要开卖了。官方售价呢12999元起，第三方的价格呢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第三方的店铺相较于华为官方加的，也就是加了1万块钱左右的样子。有的同学表示，这加的也太多了，是吧？我想说这相对于当年来说已经好很多了大家可能都忘了，当年华为的折叠屏第一次上市的时候是个什么情景？你现在随意搜一下就知道。我们找到当初初代 Mate X 的发售新闻，当时媒体报道黄牛炒到10万，甚至还给出了截图。当然这肯定是个别现象了，不过呢也确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折叠屏机型的火爆程度。那最近呢也一直有同学来问说主播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最好是原价能够买到这台折叠屏机型。来问大家一下，你有什么办法？你要是没办法，主播给你想办法。主播纵横江湖这么多年，让你原价买到一台手机，那还是没啥问题的。所以在座的各位消费者注意听以下的秘诀，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在其他地方那都是收费的，咱们这儿免费给你传授经验，如何原价买到华为的折叠屏。其实呢也非常简单你注意看，打开华为的官方网站，在他看的所有配件的部分全都有价格，每一个价格都在这摆着呢。注意我以下传授的方法不只限于华为的折叠屏，而华为的 P60 系列同样适用。你注意看，所有的备件包括屏幕、主板、后壳、摄像头、广角、受话器、指纹等等等等，我们只需要把所有的配件各买一个，然后再组装到一起就可以了。买回配件，买一个螺丝刀，还能享受到亲手组装的乐趣，怎么样？
觉得主播的办法啊，学会的同学可以打1波6，保证让你第一时间原价买到最新的折叠屏产品。该方法不仅适用于华为，还适用于苹果等一众高端机型的厂商。来看小米啊，本周的好消息啊，小米呢给27万小米空气净化器的第一代用户每人赠送899元的感恩券。咱们需要说明啊，小米的第一代净化器它售价就是899元，这属于全额返现了是吧？这波操作啊，满分100，大家给小米打一个分数吧。啊，当然了，别着急打高分啊。这个899元啊，它是一个券儿。小米返的这个券呢，主要是适用于那款最新的4799元的小米旗舰款的净化器啊。但是啊，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初代用户啊，总还是有一点点感动的啊。毕竟呢，你把这个钱返回来了，以优惠券的形式，我觉得那肯定比不返就强。不光如此呢你还需要知道另外一个事儿，那就是再过1年多，小米汽车的第一代可就要上市了。要是以此类推的话，小米初代的产品都能全额返券的话，小米汽车我高低买一台。来问大家一下啊，你家里面的电脑是什么配置啊？硬盘部分是机械硬盘还是固态硬盘啊？是机械打个1，是固态打一个2，一个机械一个固态组合的打一个1、2。来看一下同学们弹幕。过去这些年啊，机械硬盘呢一直是比固态硬盘便宜很多，容量的又大很多。曾经呢，我一直觉得不太可能固态有一天能代替机械，毕竟成本在那儿摆着呢。而且这个海外的硬盘厂商啊，今天就发洪水，明天就地震啊，就没有好的时候。但是啊，随着这2年咱们国内的硬盘厂商崛起，海外的居民呢纷纷感谢咱们国内的硬盘厂商啊，因为他们那边现在风调雨顺，地震也没了，洪水也不来了。好，那不说没用的，咱们得关键看一看这个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现在的价格是什么样的。首先我们来看啊，这是销量很多的希捷1T 的机械硬盘啊，289。大家猜一猜，如今的固态硬盘多少钱了？我们来看一下国产这边的固态呢是479元1TB的。有同学表示这也不便宜啊，还是比机械贵那么多呀？你得往下看呢，满479还减220呢。479减220等于259元。我发现了什么呀？固态硬盘259，机械硬盘289。苍天呐，大地呀！没想到我活着的时候还能看到机械硬盘比固态硬盘贵的时候，还不止呢啊！有同学说是不是这个厂商有这么打一个特殊的特价，让你一下子给截了个图啊？并不是，你随意去搜其他的品牌的2T 的固态569就是1T乘2嘛，连优惠券都不用啊，直接就卖这个价格。而且现在购买呢再减20就到手价519。当然了，都不是什么知名的大品牌吧。期待呢，未来这些大品牌的固态硬盘也能够降到那个价格啊，那我就真的是忍不住了，必须得买2块平平仓。来看游戏行业啊 ，E3 游戏大展大家应该不陌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不过呢，因为疫情的原因啊，这改变了很多的事情。之前呢，其实已经确定了，今年的 E3 将会在6月份举办，场地都租好了啊。但是最近是好事不断，先是索尼退出 E3。然后是微软退出 E3， 接着是任天堂退出 E3 这好家伙，这 E3 家都不在 E3。育碧一看这任天堂、索尼、微软都不去了，那我也不去了，对吧？我去干啥去？挨骂去是吧？都骂我土豆服务器。腾讯表示，他们要是都不去了，那我也不去了。有网友表示，你去干啥去啊？你去干啥？大家觉得腾讯去干啥呢？看起来网友们的留言还是很统一的反正所有人都不去了。最新消息 E3 已经宣布，你们都不来了，那我也不办了，咱们永别了。微软虽然不去 E3， 但是微软有好消息微软的 XGPU 一直是非常有人气的服务。之前呢，咱们就曾经给大家报道过，微软呢将会推出家庭账户也就是说，一个账户呢允许5个人同时使用，分担费用。当时我就说我迫切的需要从观众里边找4个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和我一起来分担这个费用。那如今呢，这个项目终于正式上线了，一份费用5人分担真的是非常便宜，而且名字也改了根本不叫家庭账户，改名叫 Friend 和家庭就是朋友和家庭。不装了是吧？不需要家人了，朋友也可以。微软抢用户你是真的有一套。来看国外社交媒体的好消息，一个话题显示呢，推特金微认证每月$1000。
一开始啊，看到这个话题啊，我吓一跳，我寻这咱必须得上推特去淘金去了。只要每个月我一认证，他就给我$1000，这太好了。后来我一看，每月需$1000啊，不是推特给我，是我给推特啊，是啥意思呢？就是企业用户啊，如果你想在推特获得金 V 的认证，你每个月啊是给推特交1000块钱。这么一看啊，咱们国内这些社交媒体啊，一般来说1年才300块钱，还真的是挺便宜。那推特呢，应该说带了一个好头啊。除了推特之外呢，各大海外的社交媒体啊，纷纷开启了认证费用。脸书啊，也就是 Meta 也要推出了蓝 V 认证费。另外呢，推特还会推出会员制啊，每个月$8。在这个情况下呢，你就能免费看一半的广告了。不得不想起啊，中国有一句老话啊，学好不容易，学坏那是一出溜。本周啊，最受关注的消息当然就是 TikTok 的负责人在美方阿美利卡这边舌战群儒。抖音海外版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和阿美利卡官员之间的对话也是火爆全网。阿美利卡的官员呢还问周受资说：“你们那个 TikTok 为什么能连我们家 WiFi？Why？ 这是为什么？”给周受资都问懵了啊，满头问号。如果你看了周受资在美方的一个回答，对于他整场的表现满分100分，你给他打几分呢？关于这场听证会还有不少的粉丝一下子就被周董给迷住了，说以前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华人的精英高管。这其实就是圈外人少见多怪了。实际上，如果你关注手机圈的话呢，对他应该是相当熟悉了他其实原来是小米的高管，对不对这位就是。如果后来呢跳槽了去抖音，去字节跳动。那关于这场听证会的结果目前还不太清楚还要等一段时间。但是呢，还是有不少网友给 TikTok 给抖音出了各种各样的主意，表示说你们呢就派周受资去这确实就是受委屈去了，而且呢也很难打动美方。为什么呢？很简单你这人就不对，派咱们这边高管过去那你人家往死了咔哧你得派点能镇得住场子的人去。比如说你派罗老师那不行。网友们给出了很多人选大家来看一看行不行？你派威尔史密斯去谁敢吱声？谁敢质问？给你个大逼兜。再不行，你换我们环保少女去也是可以的。我们在 TikTok 感受到了环保的力量，你们要封禁它 ，How dare you？另外 ，TikTok 和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这边创始人张一鸣，从最新的新闻报道来看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打压的原因目前他的财富已经达到了893亿有同学说这么多呢不是是缩水893亿。对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呢？这事咋说呢？一下子缩了这么多，那肯定还是挺心疼的但是呢，凡事你得看基数，咱随便瞎举例子你说你从1000亿美元缩水到了1亿美元。其实对你个人生活呢也不会有太大影响，但假如你身家从1000万一下缩水到1万，那完了，是吧？这压力确实变大了。来问大家一下你预测自己在10年内的身家能够达到多少钱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来看新能源汽车的消息本周呢，华为发布了不少的重磅关注的新闻。一个是呢，任正非发文重申华为不造车，并且强调呢不能使用华为问界等字样进行宣传。根据知名媒体报道呢，任正非强调华为不造车有效期为5年，今年是2023年，那5年之后就是2028年。此外呢，任正非还对于华为标志在汽车设计上的露出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对于这件事情，大家怎么看呢？你觉得具体到哪一年会有真正命名为华为品牌的车出现在消费市场上呢？大家可以把年份打在弹幕上。对于这件事情咱们不好过多评价，但是呢，我感觉华为造不造车这件事儿，我估计全世界都盯着的。比如说之前华为的手机呢，已经接近了全球第一，马上阿美利卡来了一波又一波，一共4波严重的打压。那你说，如果说华为品牌的汽车上市又做到了很好的成绩，那这阿美利卡的听证会你肯定跑不了了。刚才阿美利卡审问 TikTok 的时候问他，你们 TikTok 为什么连我家 WiFi 那未来华为的汽车要做大了，那阿美利卡又得问了 ，Why？ 为什么你的汽车Why your car have 4轱辘 SY 是吧？为什么你的汽车有4个轱辘呢？对不对？那肯定得这么问呢。来，我问大家一下正在看咱们节目的，我估计可能也有海外的阿美利卡的官员你怎么去问华为这个问题？给你个机会让你畅所欲言，在咱们弹幕里边。目前呢，市场是瞬息万变国内的领头羊比亚迪表示呢，在2023年，也就是今年整个新能源汽车市场就会进入淘汰赛了。
咱们以前聊过了啊，当一个市场进入淘汰阶段啊，就意味着它是吧，很多玩家要出局了。确实啊，过去几个月竞争非常的激烈，燃油车呢打出一大波甚至腰斩的定价。在未来的1到2年啊，如果你不是实力强劲的厂商，恐怕就玩不下去了。最后问大家一下啊，在未来2年，如果你要买车的话，你的预算区间是多少钱呢？大家可以把几万打在弹幕上。哎呀，这市场发展太快了，这我还没怎么看，这新能源车就要进入淘汰阶段了。小米表示，我还没上车呢。来吧，同学们，看一下本周的好人好事啊，大家觉得谁更值得表扬？可以把他的数字打在弹幕上。如果还想看到主播疯狂表扬各家厂商，欢迎点个赞，关注一下我们，要不然你下周大概率看不着了。我是大言，咱们下周再见。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又到了上电视时间啊！之前咱们聊过了，苹果将会在 iPhone 15上面可能采用更快的充电功率。咱们观众表示啊，那 iPhone 要设计充电功率很简单啊 ，iPhone 15给它20瓦，iPhone 15 Pro 给25瓦，15 Ultra 上30瓦。如果啊你是20瓦的，想要高充电功率，那你可以付费解锁，会员包月、包年还有优惠啊。库克表示，明天来上班，明天。上周咱们还给大家介绍了知网和视觉中国2大巨头，讨论了他们谁的实力更强。后来还设想了一种非常夸张的可能，就是知网和视觉中国联合在一起，简称知觉。我感觉世界一下子都黑暗了，我要失去知觉了。